好暖刘学义迎32岁生日，杨紫发文送祝福，二人相约4个月后再相会。明星圈中，明星之间的友情经常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网友们总是关注着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且有时候为了事业的发展，明星们不得不在友情中做出一些引人注目的行动。杨紫和刘学义的友谊可以说是十分真挚。当刘学义迎来了他32岁的生日时，许多粉丝都给予了他祝福，而杨紫也不例外。他在社交媒体上留言祝福好友，称呼他为 bro， 并送上了生日快乐的祝福。这个举动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也唤起了人们去年发生的一些事情的回忆。杨紫在刘学义31岁生日时，竟然忘记了送上祝福，直到2个多月后的深夜才想起来，这让他备受网友嘲笑。尴尬的是，杨紫不得不向好友道歉。然而，令人不太乐观的是，今年他依然需要别人提醒才能记得送上祝福。然而，刘学义对此并不计较，反而轻松地戏弄了一下杨紫，似乎对去年的事情还心存微词。然而，在他的宽容和友好之下，他还邀请了杨紫4个月后再见一面。杨紫和刘学义是因为合作拍摄多部影视剧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的默契和才华赢得了观众们的喜爱。虽然在过去有人传闻2人之间存在感情，但他们一直以事业为重，目前都还是单身。可以根据刘学义的回复推测，目前他应该正忙于拍摄电影。值得期待的是，他即将参演备受瞩目的古装剧《长风渡》，该剧汇聚了一批备受欢迎的演员。刘学义的加入无疑会为该剧带来更多的粉丝。4个月后，刘学义将与杨紫见面，这意味着《长风渡》的拍摄计划将在11月左右结束。这部备受期待的剧在还未播出的情况下就引起了极大关注，而刘学义的加入将进一步提升他的知名度。近年来，刘学义在多部偶像剧中展现出色的演技，让人对他的前途充满了希望。祝愿他的事业越来越红火，同时也期待他和杨紫之间的友情能够长久保持，期待能再次看到他们同框的美好画面。在娱乐圈中，杨紫和刘学义的友情一直都是一道清泉，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不受时间和距离的影响，始终如一。虽然偶尔会有一些小插曲，但这只是对友情真实性和坚固性的更进一步证明。在娱乐圈中，所谓的友情常常是脆弱的塑料友谊，看似热情，实则易碎。然而，杨紫和刘学义的友谊却坚不可摧，毫不受外界干扰。他们以实际行动诠释了真正友谊的含义，而非仅出于媒体炒作或职业需要而演绎。他们之间的友情见证了多部影视剧作品中杨紫和刘学义的合作。不管是在镜头前还是幕后，他们总能默契地配合，为观众呈现出精彩纷呈的作品。这种默契和信任是建立在多年的友谊基础上的，无法被轻易模仿或替代。人们对刘学义的工作状态非常期待，因为他在《长风渡》中的表现将成为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部剧的热度不仅会展示出他出色的演技和魅力，还将成为他前进的动力，而杨紫对他的祝福和支持更是增添了一份力量。杨紫和刘学义的友谊堪称娱乐圈中少有的真挚之情，他们的故事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在这个虚幻的世界中，真诚的友谊依然存在，并能经受住时间和考验的磨砺。期待着他们未来更多的合作与辉煌，同时也祝愿他们的友情能够长存不衰。02，杨紫竟与他越来越像。礼服、旗袍、发饰全撞款，第6章相似度极高。网友可以分为3种派别：一是对她的美貌赞美有加，2是吐槽她的颜值时常变化不定，3是发现她越来越像赵丽颖了。她的美丽绝非虚构，而是实实在在的令人惊艳。她的妆容和连衣裙都以清新透明感为主打，眼影、脸部甚至眉毛上都涂抹了淡淡的粉色，使得她的五官风格与粉嫩桃花相得益彰。连衣裙采用大面积的白色底色，并以细密的小花点缀，不注重个性张扬，而是展现了柔美可人的少女形象。强调鼻影、脸部轮廓的妆容完全改变了杨紫清透少女感的气质，与前几天芭莎时尚活动上的全包眼线妆容相比，简直像是2个不同的人。当你看到这样的缩略图时，是否也会瞬间产生一种赵丽颖的感觉？
即使放大图片，仍然能够在某个角度上达到相似程度超过87%。网友直接将这些图片发布出来。杨紫和赵丽颖的长相是否相似呢？杨紫回国算不算凯旋而归？回国机场图。近日，中国著名女演员杨紫在海外结束了她的拍摄工作，顺利回到祖国的怀抱。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明星，她的回国一直备受关注。然而，是否可以称为凯旋而归，需要我们更加深入的思考。回国机场发布的照片显示，杨紫戴着口罩走出机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毫无疑问，这是她久违了的家的味道，让她感到欣慰和开心。同时，她身边还有围绕着她的粉丝和记者群众。这种热烈的欢迎和关注也体现了她在国内粉丝心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然而，要谈到凯旋而归，我们还需要考虑回国的原因和意义。杨紫此次回国，并非参加国内影视项目，或是取得了什么巨大的成就，而是简单的结束了在海外的拍摄工作。虽然她在国内积累了大量的粉丝和知名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回国就可以被称为凯旋而归。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回国只是完成了她在海外的工作任务，并没有达到真正的凯旋。另一方面，杨紫的回国确实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她的每一个动态都备受瞩目，并牵动着大家的心。杨紫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以及对社会问题表达关心和对抗不公，这些都为她赢得了更多人的喜爱和尊重。因此，虽然回国只是她的一次短暂停留，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但她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作为和影响力，也不能被简单的忽视。总的来说，虽然杨紫回国并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凯旋而归，但是她所代表的声音和影响力却决定了她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瞩目和关注。她的回国图并非只是一张普通照片，而是展示了她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她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担当。无论如何，希望杨紫能够在未来的演艺事业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33岁刘学义终于要爆火，新剧造型超帅，拉胯点就要压不住男2号。33岁的刘学义终于迎来了属于他的爆红时刻。他在新剧中的造型非常帅气，甚至有可能在男2号的位置上压倒主角。他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可惜的人，拥有比很多电视剧男主角还要帅气的外表，且不挑剧中的造型。然而，一直以来导演似乎没有注意到他的潜力，或者说没有人愿意捧他。这也许是因为上层的眼光没有那么高吧。虽然他拥有如此出众的颜值，要比其他男演员更适合扮演主角，可他要到33岁才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实力。他就像是一块被埋藏的宝藏，能发光却耗费了太多时间。如果他年轻几岁，刘学义绝对会在事业的巅峰期迈进，成为一名享受巨大关注的明星。虽然刘学义目前只是配角，但在各大仙侠剧中塑造了许多耀眼的形象。他凭借自己的面孔成为了神仙界的代表人物。少年歌行和长风渡的播出，再次让他走进观众的视野。尽管有人认为他会因为出演骆子商这个角色而引起观众的关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离爆红的距离还很遥远。不过，他即将参演的一部电视剧可能会给他带来机会。他一直以来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即使到了33岁才获得男主角的机会，他也坚持在娱乐圈中努力，成为了一位有名气的女演员的合作伙伴，这实属不易。如果早些时候刘学义能够得到更多公司的重视，拍摄更多重要的男主角或高制作电视剧，或者是双男主类型的剧，他本应该更红的。毕竟拥有如此古早帅哥气质的脸庞，不走红真是说不过去。事实上，刘学义已经接连拍摄了很多男主角类型的剧，但他并不是很幸运。落花时节不负你似乎无望播出，画眉与彭小苒合作的剧集也不知道何时能够上档，生活在别处的我与钟楚曦的合作也不能让他爆红。之前与不太出名的小演员合作的古装网剧《青洛》合作看起来更不会有任何突破。刘学义手头的这些作品似乎都无法让他爆红。唯一一部受到期待的《落花时节又逢君》也因为女演员的问题而一直推迟播出。而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可能只能寄托在与鞠婧祎合作的古装电视剧《花间令》中了。尽管刘学义已经担任男主角，但他的知名度确实晚了一些。《花间令》与鞠婧祎合作，在口碑和流量方面应该没有太大问题。此外，剧中还有其他知名演员的加盟，这也让人有信心。如今《花间令》已经正式杀青，刘学义在剧中的造型非常帅气，尤其在白衣下端着小酒杯的形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形象与骆子商完全不同，无论如何改变造型，刘学义的颜值、气质、仪态、身材和外貌都无可挑剔。这么优秀的一个演员，为什么导演不早点发现他的潜力呢？真的让人感叹，就差一点点，刘学义可能就要压不住剧中的男2号张睿了。张睿的颜值、气质和仪态也是绝佳的，但如果没有这次的合作，张睿可能还处于半隐退状态。他近几年参演了很多古装剧，虽然不是男主角，但成功的吸引了很多粉丝。这次再次与刘学义合作，相信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